你敢相信吗？柔佛科技智慧城规划面积2300英亩，总发展价值800亿令吉，预计带来超过1万个岗位，而且位置就在柔新经济特区核心区域。单看这组数字，很多新加坡观众的直觉会很直接，柔佛是不是在复制一个北上的新加坡版本，甚至像在做另一个玉郎创新区？这种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过去几年大家已经很熟悉一种北移趋势，数据中心因为土地和电力限制，开始更多看向马来西亚，制造业扩张需要更大空间，也往北看。现在连科技智慧城都来了，情绪自然会往被分流这条线走。可如果你只把它理解成柔佛在抢项目，你会看得太浅，因为这次不是单一园区招商，而是一个更大的信号。区域产业链正在重新排位。以前我们习惯把新柔关系看成中心和外围，新加坡做头部，柔佛做支撑。现在这个结构开始变成双节点，一个节点负责高阶连接，一个节点负责大规模承接。这就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在长堤两边重组生产、研发、资本和生活成本的组合方式。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柔佛是不是在复制新加坡，真正的问题是它是不是在创造一种让企业同时拥有新加坡能力和柔佛成本的新模式。柔佛手上最强的牌其实都很现实，土地更大，成本更低，产业园能铺得开，能源设施有空间布局，人口结构也更年轻。对制造、物流、数据基础设施、农业科技这些需要面积和成本弹性的行业来说，这些条件非常有吸引力。反过来看新加坡，新加坡真正值钱的从来不只是地理位置，而是一整套别人很难快速复制的能力。国际金融体系、全球总部网络、法律和仲裁机制、知识产权保护、跨国人才管理，还有长期累积出来的信誉。这些东西平时不显眼，但企业一旦要融资、要跨境、要上市、要处理合规和争议，就会发现这套系统有多贵。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很新的分工，柔佛负责建厂、扩产、部署，新加坡负责融资、设计、管理、连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把最占地、最吃成本的部分放在柔佛，把最依赖制度和国际网络的部分留在新加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项目看起来去了柔佛，但背后的资本、订单、总部决策未必离开新加坡。430英亩，这不是普通工业地块，而是华为创新枢纽的规划面积。放在更大的 Knowledge AI Campus 框架里看，这个信号就更清楚了。柔佛现在想争的已经不只是生产线，不只是仓库，也不只是低成本制造，它开始往上走，去碰 AI 生态、研发测试、创新实验室、人才培训和国际合作这些过去更靠近新加坡核心优势的环节。这个变化为什么关键？因为制造迁移，新加坡还能说自己保留脑袋，把四肢放到外面。可一旦研发、试验、应用场景、人才训练也开始在柔佛形成闭环，那就不是单纯外包，而是创新能力开始外溢。过去柔佛问的是谁来生产，现在他问的是谁来创新。这两个问题含金量完全不同。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地方不仅便宜，而且能做测试，能养团队，能接 AI 应用，还能连回新加坡的资本和市场，那它的吸引力会大幅上升。对新加坡来说，真正的压力也就在这里。新加坡最强的不是做最大规模，而是做最高价值。如果柔佛开始承接的不只是规模，连价值链上游也想拿走一部分，那游戏规则就真的变了。所以这条新闻里最需要放大的，不是项目有多大，而是柔佛正在尝试从世界工厂的延伸，升级成创新基地的一部分。而这一步一旦走通，后面的竞争就不会停在土地和租金。过去新柔之间最直观的定义是什么？是一道国界，过关、排队、汇率、工作准证、居住成本、
大家想到的都是分隔，可接下来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跨境超级都市圈的运作方式。你可以想象一种越来越真实的日常，人住在柔佛，生活成本更低，早上通过 RTS 或者其他跨境交通进新加坡上班，下午团队回柔佛做测试、部署或者中试，晚上再回到新加坡见投资人、跑客户、谈融资，最后公司可能还是在新加坡设总部，甚至在新加坡上市。你会发现，边界没有消失，但边界的角色变了，它不再只是切开两边，而是在重新分配功能。新加坡继续提供全球资本、国际规则、高端人才和品牌信用，柔佛提供空间、成本和落地能力。对企业来说，这种组合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把过去必须2选1的条件变成了可以同时拥有。对新加坡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新加坡可以把自己的系统能力辐射得更远，挑战在于一旦企业觉得不必把所有高价值环节都放在岛内，新加坡就必须重新证明自己为什么仍然值得保留最核心的位置。所以柔新经济特区真正改变的不是地图上的线，而是小国竞争的逻辑。以后拼的不是谁把资源都锁在自己境内，而是谁能主导跨境生态里最关键的节点。你可能想问，未来什么样的人会越来越值钱？过去的人才竞争更多比的是单点专业，你是不是更会写代码，更懂财务，更熟悉供应链，更能做销售？未来这些当然还重要，但可能已经不够了。接下来更稀缺的是跨境协同能力。你要能理解新加坡的制度和合规逻辑，也看得懂柔佛的市场和成本结构。你要知道国际资本在意什么，也知道 AI 项目从概念到落地需要什么条件。你最好还能在不同团队、不同文化、不同政策环境之间切换。这样的人，未来在企业眼里会非常值钱，因为区域竞争正在从城市竞争变成生态竞争。企业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工程师，也不只是一个经理，而是能把新加坡的优势和柔佛的优势拼接起来的人。对创业者来说，柔佛是成本杠杆；对年轻人来说，柔佛是机会半径被放大；对新加坡专业人士来说，这也是一个提醒，不要只把自己训练成岛内环境里的高手，而要把自己训练成整个新柔生态里的关键接口。谁能同时理解技术、资本、制度和跨境协作，谁就更可能吃到下一轮红利。柔佛变强，不等于新加坡就会衰落。今天柔佛谈的已经不是单纯招商引厂，而是 AI、创新、人才、科技生态和国际合作。未来的新柔关系未必是谁打败谁，更像是谁能掌握最难被复制的那一层价值。土地可以扩，工厂可以搬，资本可以流动，甚至人才也会流动。但制度、公信力、全球连接能力、规则制定能力，这些不是今天宣布一个项目，明天就能长出来的。新加坡真正要思考的，从来不是柔佛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新加坡，而是当柔佛越来越像新加坡时，新加坡还能不能继续成为那个别人复制不了的新加坡？未来10年，比的不会只是楼有多高，地有多便宜，项目有多少，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谁能定义整个跨境生态里最赚钱、最关键、最难替代的那一层。如果新加坡还能牢牢抓住资本配置、国际信誉、总部控制权、知识产权和高端人才网络，那柔佛越强，反而越可能成为杠杆。但如果新加坡把过去的优势当成理所当然，那压力就会越来越真实。如果未来新柔真的形成一个超级都市圈，你觉得新加坡最大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是金融？是教育？是制度？还是人才？欢迎把你的答案放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记得点赞、分享、订阅。很多改变国家命运的转折点，表面看只是产业新闻，真正发生变化的其实是游戏规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